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V8 的分油盘，从台北来的铁灰色的 W126 500SEL 上面拆下来检测的 V8 分油盘的故障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70345。经过30多年，因为这部车子是1986年的，经过35年之后的分油盘，供油系统，一定是被我们的油箱污染了，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，就好像我们楼上的水塔。经过30多年之后呢，它里面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。那油箱呢，就像水塔一样，它提供汽油的地方。那它经过30多年的使用之后，里面会有汽油挥发掉留下来的油泥，还有加油站的沙子跟油箱的铁锈。引擎没有坏。因为这个年代的宾士车，它的引擎是铸铁的，它们标榜是坚固耐用、安全舒适，让你用不坏。但是我们很现实的，我们的供油系统，尤其是我们的喷射系统，因为我们这个是机械式的，可以整修，可以调整。因为机械式的东西，主要是由螺丝、弹簧跟齿轮所构成的。我们现在来看看，经过35年以后，这部车子它的供油系统到底堵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好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那这颗 V8 的分油盘，它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应该是在170ml左右。因为经过30多年的使用呢，我们的供油系统被污染之后呢，它有可能2个状况，一个状况是全面的供油过低，这是大油道堵塞；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是每一缸的出油量参差不齐。那这可能就是因为里面的小油道所堵塞了。这颗500SEL 的这部车子跟560它是升级版，就变成560。那升级版560的话，大概在1988年、1989年之后它是最终的升级版。那500的话，就是刚好是它时间到。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我们看到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在170左右。我们来看，第一缸120，第二缸110，第三缸110，第四缸115，第五缸115，第六缸110，第七缸115，第八缸110，跟标准的170ml的出油量，总体就少了大概60ml左右。如果用百分比的话，可能是40%。这颗分油盘我们判断下来，出油量都蛮平均的，但是全面供油不足，这可能会造成稀薄燃烧，引擎会高温。如果持续长期这样使用下来，可能引擎会受损。我们期待等张大哥把这个 V8 分油盘拆修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。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，
我们来做一个整修后的测试，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要求的170ml左右。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70345。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分油盘在500这个分油盘是从 W126 的500 SEL 上面拆下来的。这个分油盘其实它跟R129 的500 SL 是同一颗的分油盘。这个都是最终版的机械喷射的分油盘。机械式的供油就是有个好处。我们可以拆修，可以调整，可以整理。那机械电子喷油的话，那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那可能坏的话，一定要找到同厂同编号的东西来更换。就可能劳民伤财，而且有可能又会缺料找不到了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。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一缸180，第二缸170，第三缸170，第四缸180，第五缸175，第六缸170，第七缸180，第八缸170。就终于流量恢复到我们厂方要求的大概在170ml左右，跟原来我们在整修之前它堵塞的分油盘供油平均都落在110左右。我们这个供油量终于又回来了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样看下来误差应该在3%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，因为怠速的供油一定要求是要稳定、要平均，否则我们就会发生怠速会抖动的现象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 W126 的500 SEL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之后，第二阶段的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70345。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。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一缸190，第二缸190，第三缸185，第四缸190，第五缸190，第六缸188，第五缸、第七缸190，第八缸19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已经在1%左右，已经接近0%了。因为经过30多年，1984到现在2021，已经有36、7年的这个 W126 的500 SEL 它的分油盘供油系统、机械喷射系统是被我们的油箱污染。经过我们这次整修过之后呢，理论上它应该在使用20年
不会再堵塞吧。因为这个分油盘它并不是活动件，并不是消耗品，也不是因为它没有磨损，它只是堵塞，因为它没有坏。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它拆修，把它拆下来，把它清洗、整修、测试完成。那理论上它应该再使用个20年，不会再堵塞吧？老车大概建议第一个一定要加95的汽油，因为原车是92的话，经过30多年一定会有积碳现象。大哥也不建议说做清除积碳、做侵入式的化学药品的处理。第二个，油箱尽量加满半桶油。因为油箱生锈的部分大部分都在底部。我们希望生锈的地方被我们汽油覆盖，那就不会再跟空气接触，减少生锈的机会。再来就是常常有空跑一下高速公路，把表面的积碳清掉，顺便让汽车油路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。再来就是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次，有空常常跑。老车不怕开，老车就是怕不开，因为我们整修过之后，这老车一定状况非常稳定，我们对它开出去一定非常放心。所以希望它能够好好的陪伴我们至少20年。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，拜拜喽。